一天8个法案，美国为阻止中国统一，将收割中国资产摆上了桌面，我们需强力应对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美国众议院在1天之内一口气高票通过了8项涉台法案，目的是阻止中国大陆以任何方式促成两岸统一。主导本轮涉台法案的是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。提出的法案分别是《台湾冲突遏制法》、《不歧视台湾法》、《保护台湾法》。共和党众议员提出了《台湾保证落实法》作为补充。众议院委员会还通过了《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》、《海底电缆管控法》等等。那么这些法案有何特点，又意欲何为呢？第一，帮助台湾地区加入国际组织，呼吁拜登政府支持将台湾拉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。根本不顾及一个中国政策，而且明显说要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胁迫。第二，通过经济制裁手段阻止中国统一，将收割中国资产摆上了桌面。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布那些向中国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名称，并确保一旦将来两岸发生武统，以曝光在美国财产和不保证财产安全的方式进行收割。这也意味着，一旦美国人通过了该法案，将会对中国的某些企业和个人发起金融制裁，公开没收其资产就成为了可能。第三，企图利用美国的金融霸权，将中国踢出 G20、国际结算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或机构。当然，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实际操作层面没那么简单。首先 ，G20 和国际结算银行一旦离开中国，这些机构本身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。其次，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左右这两个机构，毕竟欧洲和中国都有很大的话语权。这8项法案当前仅仅是在美国众议院获得了通过，还要经过参议院审议和投票，然后还要送到拜登手上。所以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立即开始反制美国。但是从众议院419票比0票的投票结果来看，美国政坛的反华情绪已经失去理智了。特别是某些共和党人表现得非常疯狂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要如何对付美国众议院的疯狂呢？首先，加强与美国经济的联系，而不是脱钩，造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局面。这将是中国应对美国经济战的关键。如果美方要没收中国的资产，我们也可以没收美国的资产。中美的经济连接越深，美国政府就会越忌惮。所以，美国越是打压中国，中国就越要保持开放，增加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，这才是大战略格局。第二，在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剥离在美国的高风险资产的准备，避免出现俄罗斯式的损失。第三，这些法案的出现，意味着美国干涉台海的策略可能会发生改变。美国的对台战略正从军事干涉转向代理人战争和经济制裁。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。代理人战争就是所谓的豪猪战略，也就是扶持台军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，增加解放军武统的成本。而经济制裁战可能是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又一种新策略，毕竟这种办法对付俄罗斯有一定的效果，而且这两个选项所带来的损失都是美国人可以接受的，远比美军直接下场要可行得多。第四，破解美国的经济制裁，分化美国的盟友非常重要。美国想要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，离不开其盟友的帮助。我们则要想办法争取欧洲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加拿大、韩国等一切可以争取的对象。如果阻止中国的统一变成了美国一个国家的事儿，或者只有美日参加，那么美国搞的这些新策略就不大可能有效果。至于美国可能收割中国资产的套路，我们当然需要做好应对准备，保证自己资产的安全。如果美国人真这么干，的确会给中国造成损失，但也将沉重打击美元的信誉，并遭到中国的反制，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。美国收割俄罗斯的资产，目前仅限于很小的范围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的制裁法案，试图阻止中国的统一，是其印太综合威慑战略的一部分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对于这样的结果，
我们早有心理准备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建设，预先做好一切准备。因为粉碎一切干涉两岸统一图谋的决定性因素，不是别的，而是中国的强大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